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之前我们做了原味的戚风蛋糕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口感更加湿润细腻的可可味戚风蛋糕。在制作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把烤箱预热到130摄氏度。每个烤箱预热所需的时间都不相同，我一般都会用烤箱温度计，等读数到了才会开始烤。做戚风蛋糕的油要选择味道不重的油，比较推荐玉米油或者普通的色拉油。使用橄榄油、花生油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油会影响蛋糕的味道。这个方法也不推荐使用黄油。将可可粉过筛到油中，先用手动打蛋器将油和可可粉搅匀。可可粉是油溶性的，所以加在油中可以溶解得更加充分，不容易出现结块。搅拌到看不见可可粉颗粒结块就可以了。筛入低筋面粉。做戚风蛋糕不要使用中筋甚至高筋面粉，不然容易出现起筋缩腰等问题。面粉遇到水才会产生面筋，我们现在碗里只有油，所以不用担心会起筋，怎么搅拌都可以。不同品牌的低筋面粉吸水性可能也会不同，如果你的面粉加进去，面糊变得特别干也不要紧，只要搅匀即可。准备3个鸡蛋，带壳每个在55到60克之间，不要太大或太小，要选择新鲜的鸡蛋。将蛋清和蛋白分离，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，蛋黄放到刚才的面糊中。分蛋这一步一定要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，以免手一抖打破一个蛋黄，毁了一盆分好的蛋清。蛋清中混入过量的蛋黄容易导致打发失败。分离出的蛋清最好在90克左右，如果蛋清太多可以稍微盛出去一点，蛋清过多会导致蛋糕严重开裂。再向碗中加入牛奶，然后用手动打蛋器搅拌均匀。如果刚才的面糊比较干，这时可以用打蛋器用力地把底部的面糊刮起来。搅拌面糊尽量使用 Z 字形手法，避免面糊起筋。拌好的面糊大概是这种状态，浓稠度可能因为可可粉和面粉的吸水性略有差别，它可能会偏稠一些，但不会出现拉丝的状态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蛋清中加入少许白醋或者柠檬汁，酸性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的蛋白霜保持稳定。用电动打蛋器打发，当蛋清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细砂糖。分次加入糖可以让糖更好的溶解。我们先用中高速打发，让蛋白快速起泡。当看到出现纹路之后，转成中低速打发，来整理蛋白霜在高速打发中产生的大气泡，让它变得更细腻，同时也更容易掌握蛋白霜状态的变化。如果遇到关于打发蛋白的问题，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打发蛋白的专题视频。将蛋白霜打发至干性发泡的状态，这里很多人会只观察打蛋头上蛋白霜的状态，它看起来已经呈现直立的尖角了，但是如果看盆中的蛋白霜，其实它还立不起来，还是处于很软的状态，所以这个状态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继续打发。当打蛋头和盆中的蛋白霜都能够立起这样短小而直立的尖角时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干性发泡的状态了。打好的蛋白霜应该是表面非常细腻顺滑，有光泽，不会流动的，底部的颜色也是均匀的。蛋白霜如果不合格，那么后面做出的蛋糕也会出现问题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之前的面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因为面糊比较厚重，如果直接加入到蛋白霜中，会很难与之拌匀，所以我们先用一部分蛋白霜来融合一下两者的质地，拌到颜色质地均匀就可以了。把它倒回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刮刀以翻拌的手法翻拌均匀。把刮刀伸到碗底，把底部的面糊翻上来，换个角度进行同样的操作。用刮刀是因为它面积大，能够以最小的次数将面糊拌匀，来避免消泡。之前遇到有同学用勺子拌而导致面糊消泡的，就是因为勺子拌的效率太低了。注意刮刀上的蛋白霜要刮下来，碗底也要这样刮一刮，避免有面糊沉淀拌不均匀。拌好的面糊是质地颜色都均匀的，并且看起来非常浓稠，表面看不到气泡。如果你的面糊偏稀，或者表面能看到气泡，多半是消泡了。如果打进去的空气都跑出去了，蛋糕自然无法长高了。这个配方是6寸的，我们要用戚风专用的铝制阳极活底模具，不能使用不粘模具，
也不能在侧面或底部垫纸，也不能涂油，否则戚风蛋糕将会出现塌腰、回缩、长不高等问题。面糊很浓稠，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从火底模具底部漏出去的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模具中，这样可以减少大气泡的产生，然后轻震模具，震出面糊中残余的大气泡，但是要注意力度，不要震得太猛，不然容易导致模具底部弹起来，而让面糊流出去，或者有空气从底部进来。面糊的高度最好是距离非加高模具边缘 2.5 厘米左右，面糊太多会让蛋糕出现严重的开裂或者飞碟顶。将蛋糕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中，具体层数根据烤箱实际状况来调节，只要让模具处于烤箱中央位置，稍稍偏下就可以了。先130摄氏度烤60分钟，这里我给出的是烤箱内部的实际温度。很多人遇到蛋糕严重开裂问题，其实都是烤箱温度比设定温度要偏高导致的，所以有个烤箱温度计是非常有帮助的。60分钟之后，将温度调至150摄氏度，再烤10分钟左右，让四周和表面上色。时间到后，马上将蛋糕拿出烤箱，在桌子上震几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回缩，然后立即倒扣晾凉，否则蛋糕会凹陷。一般戚风蛋糕我们不追求不开裂，开裂属于正常的情况，所以不必纠结。蛋糕至少要晾1个多小时，等到摸上去完全不温的时候再脱模。用双手抱住蛋糕，轻轻将侧面剥离模具，成功的戚风它会很快恢复原形，不会塌陷的。然后抱住模具，四指将底部往上一顶，蛋糕就出来了。模具里面会有粘的蛋糕屑，这是正常的。底部的模具转圈轻轻一点点剥离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的蛋糕就成功脱模了。徒手脱模的蛋糕表面不会有那么多的蛋糕屑。这款可可戚风的制作步骤和之前原味的略有不同，这次我用的是粉油法，先把粉类和油混匀，再加入蛋黄和牛奶，能够更好的让可可粉和面粉融入面糊，避免出现结块的情况。这款蛋糕是比较偏湿润的，刚切开摸上去是稍微有点湿的感觉。如果你忍得住，可以把这款蛋糕冷藏1晚，第2天再来吃，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湿润，让可可的味道更加醇厚，入口即化的感觉非常的美妙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